大家好，我是莹莹。今天我们的荧光笔呢，可以看得到我们的 set up 呢是比较特别的。目前我们在8月开播到现在呢，基本上我们每一集的呈现方式都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是因为不同的系列呢，我们都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呢，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理解那个课题。今天呢，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访谈，要谈的这个课题呢，就是猪仔事件。那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呢，就是在这几个月里面，一直都有传出很多国人啊被卖到去柬埔寨啊、缅甸啊、寮国啊等等的地方。那我们好像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蛮多的，可是实际上他们面临了什么问题？而这些人如果说是被骗到了当地之后，有没有办法被救回来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一位来宾来跟我们聊这件事情。那我们有请甲洞国会议员的助理赖俊全来到现场，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想要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是想说，能不能访问到受害者，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件事情有点困难，因为受害者他们可能就是回来之后，很多都心灵受到创伤，其实很难的，就是若无其事的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未必能够准备好。那你是跟他们有更多的接触的人，在你的眼里，就是这一些有被营救回来的这一些受害者，我们叫猪仔，可是其实就是受害者。你觉得他们目前通常的情况是怎么样？很多基本上回到来都要洗白洗不洗，我回来了就算了，所以我也不想再搞多事情。大部分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而不会再站出来的。我有听到一个朋友说，他之前时候有一个就是猪仔回来了，然后呢，他就马上接受访问。可是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就会要求说，一定要把他的声音处理再处理，然后样子一定不可以出现，因为他说，就算他已经人回到了马来西亚，他的威胁还是没有解除的，是有这个情况吗？不排除了，因为马来西亚还是存在很多的受扣的 agent， 中间人、代理人啊，他们可能是害怕被报复。叫你不要搞这样多事情啊，你不要爆我们这样东西出来啊。Print screen 给我们说他威胁我，他威胁我，过后我们教导他是说，他们跟你玩心理战，基本上是不会的。但是如果你不站出来去举报收货的 agent 的话，这些问题一直会重复的，只是看哪一天不好运遇到我们身边的人哦。但是你有知道说这一些 agent 都是从哪里来吗？各地都有，这个真的是各地都有，有些。在柬埔寨开始骗马来西亚的时候都有，有些在马来西亚一起带过去骗的都有。他就是一直这样子来来去去，把猪仔带过去，收获的猪仔带过去，在那边骗。所以这个人他其实并不是受害者，他就是真的是人口贩子，从事这一个行业。可是没有人举报他。没有人举报，你们也没有掌握到，你们有掌握到吗？警方就是你冇報警，我就唔可以做咩嘢咯。就算我知道是他都好。但是受害者没有报案，没有人提供正确的那种 details。OK， 没有提供证据，无法立案，就不能够有下一个行动这样的意思。OK， 那可是我们可能也要跟大家聊一聊，其实俊全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有机会可以参与到营救的这一个就是范畴？我本身是联邦直辖区的公共托付局的副主任，也是甲洞国会议员的助理啦。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都陆陆续续收到很多老千的骗案啊、money game 的案件啊，说市场上很多人都懂我们是谁这样子啦。说一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人会主动的找我们啦。真正一开始我接触的时候是第一个案件是很 surprise，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我觉得全部人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年代了，什么年代了，我们怎么还有人口贩卖这样？当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竟然有这样子的事情！你还记得那是几月份的事情吗？2019年。哦 ，COVID 之前。2019年就已经有了。当时候也是柬埔寨吗？柬埔寨，一开始是柬埔寨。说他的母亲就是哭到很惨，跟我们讲他的孩子跟朋友去外面做工，然后就说赌场的老板不给他走，也没有达到业绩，他不给他吃饭，不给他出粮，虐打他之类。他打不是普通的打，那时候已经是有电棒来打。说手扣来打，脱光衣服，那时候已经是发生了。你有看到那个 video？ 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惊讶，因为那时候很流行一样东西，就是韩国。去韩国。去韩国。哎，对耶，其实那是。而不是柬埔寨、菲律宾之类的东西，是韩国的那个打工，我也是听到一些亲戚有是要去，那个也是骗局吗？对，韩国的跟你讲包机票去旅行，做什么，
一去到那边，你在那个地方1个星期罢了，你什么都没有做了，只是在那个地方，老板会跟你讲，我会安排你新的工作，可是这个星期你要待在这边。可是那个星期1个星期或者2天3天之后呢，警方就直接来抓人了。其实警方已经知道了那个地方是一个窝点，他们当地警方要去欧巴拉西了，所以他就把你的人骗过来韩国，去好像顶罪这样。大部分顶罪对，大部分人我们的手我记得，如果是韩国的 case 有2、3个，而且都这个我不知道哎。他们大部分人都可以写信回来马来西亚的，其实他们就在监狱里面写信，对。通过监狱的警察，然后韩国的警方写信，这样能救吗？这样子？坐了1年了，哦，一定真要坐的是坐了1牢年。了。是，后来大使馆干涉的话，就是说他的情况，大使馆有去处理，可是最轻的都1年才能回来马来西亚。那通常他们被顶的是什么罪？欺骗哦，都是讲你电话欺骗，那是很流行嘛 ，call scam 澳门骗局。哦，后来才慢慢演变到今天的所谓的金三角。这个金三角的地带的话，是因为说，COVID 了之后人不能够进出，然后还加上他们的赌场的禁赌令，所以才完完全全演变成现在的一个生态圈这样子。它的骗局其实很广，是分得广。除了网上的赌，然后有打电话骗你过来了过后，要你打电话骗对方，骗对方很多种理由，有你孩子在我手上啊，你的包裹在我这边啊。你的 IC 有什么什么啊，很多种类的，有网恋也有。前几天我们收到的是网恋，网恋就是跟你讲，我在这边过怎么样怎么样，有记好啊，我可以照顾你啊，你要过来找我嘛，我可以包你什么什么之类的。受害者是男的女的？都有，男女都有。我们刚刚救回来了，不是救回来，骂醒他了，应该这样子讲。他来找我们，问我们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哦，他还知道会要去问你们呢。可是他before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还跟他爸爸讲了，他爸爸女生这个是，哦。可是他爸爸跟他讲，他不相信，他觉得他爸爸在骗他。他有给你看那个骗子的照片吗？帅吗？我帅他一点点啊。他有给你看他的资料啦。所以我就科普给他那个资讯是怎么样啊。所以还有后来他才慢慢清醒，他也很庆幸的说，他没有把他朋友一起拉过去。因为他有一个很伟大的想法，他要去救他的男朋友过来交换。什么意思？救她男朋友过来交换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有跟他讲，他在这边的生活就是在做什么东西，可是我现在没有生意，我找不到人，你可以来代替我吗？他觉得他可以过去交换她的男朋友回来，她男朋友去找赎金，去赎回他，他竟然有这样的想法。幸好他还好我发现还会去问身边的朋友。OK， 我好奇啊，爱情骗局。OK， 他说他是在柬埔寨的马来西亚人，然后在网络上认识了这个小女生。对，哦，他在 IG 撒网。哦，每个是you are charming， 或者是你，但是他是用真面孔的，他没有跟你是真的面孔吗？你们 confirm 是真的面孔，他不是盗用可能你 brother 的照片？不是，他跟他 video call 的。其实那个男孩子很出名哦。对啊。讲很出名。你谷歌 Danny 你就看到他了，那个人目前到现在还是用着同样的方式的，真的。你谷歌科普 post 上来给大家 Danny， 他还用本名，他没有 Danny 柬埔寨，你就找到他出来了。OK， 我们说到这里的话呢，可能也要补充一下资料，就是说，其实，在马来西亚呢，已经有几个月，我们都知道有猪仔的事情频传嘛，然后我们有看到很多的记者会，可是我们会发现说，在相关的报道就是里面呢，没有太多可以有办法很详细的、深入的去把这些资料给整理出来。那我们想要在这边推荐几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值得大家去延伸阅读的单位或者是一个报道，像是台湾独立媒体报道者呢，他们今年就做了一个就是专题的这个报道，就是讲这一件事情的，他去拆解整一个犯罪过程呢，它到底是当中各个环节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他们的就是柬埔寨啊、金三角地带为什么到现在会变成就是一个犯罪的天堂，然后它的历史的因素等等，大家都可以去找。我们会把这一个就是资料的连接会放在我们的 description 那边，让大家多多的去看。那当然也是可以去看 YouTuber， 就是香港 YouTuber 明仔的一个访问，他访问了一个从香港回来的一个猪仔，然后他已经把他过程当中所有的经历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觉得说，
香港人在这一个就是猪仔的这一个产业里面，他还算是比较少数的，比较大多数的可能是中国还是怎么样。那他们可能有他们的一个方式去脱困，可是马来西亚的部分，我们实在是有太少的线索了。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以你所知道的，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救回来的人有多少个？包括所有人应该有几百个是有的，几百个是有的。救不回来的呢？根据口述，在那边的人说有几千人，可是全部是说的，真正的数据为什么我们无法掌握？最主要是很多是偷渡，很多是偷渡。现在还可以偷渡？什么年代了？怎样偷渡？有水？真的？真的？他不是有水，就坐船过对面河罢了。大部分都泰国路径了，经过泰国，然后再从泰国去缅甸、去菲律宾、去其他地方。其实很容易，所以偷渡过去这样 ，OK。因为我看到那些报道是说，像台湾那边，他们有一个报道整理出来，是有1000多人入境柬埔寨，可是回来的人只有100多人，所以他们就怀疑台湾过去的大概可能有整千人是音讯全无的，就是不是旅游的这样子。那马来西亚目前官方有数据吗？没有。所以你刚刚觉得所谓的官方的数据只有区的几百人，有报案的，有报案才会有报案的。你觉得会有人没有报案吗？现在就是现在事情都已经爆开了嘛，还是有人没有报案？你觉得为什么？不会，不知道可以报案，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做。OK， 好，那如果说真的是刚好很幸运的哦，我也不懂叫幸运还是不幸哦，就是很不幸的又很幸运的，有这个猪仔不小心看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和影片的话啦。他们应该要怎么做？要联系马来西亚的家属，通过家属去报案，一定要报案。然后报案了过后，你就要把你的资料交去Putrajaya的外交部。一定要是家属才可以报案的吗？朋友可以吗？可能他可以，的家人除非你的朋友知道你的情况。OK， 因为外交部会 interview 来投报那个人。在外交部录口供的时候，你要提供定位，提供你现在的身份。现在的照片，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由外交部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好过后，交给那边的大使馆，马来西亚在那个国家的大使馆，可能当时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去拖延了。原因是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时间呢？第一，在外国全部是靠当地的警方、当地的政府，要等我们的大使馆给他们压力，他们才去处理。或者给我们的外交部下order，等他们的指令，他们才可以去行动。参与救人的并不是马来西亚警察，是有些是东协啊，有些是受扣的国际刑警，所以我们要靠外人。所谓的国际刑警，或者是你说的东协警察，应该是东盟警察。那其实这个组织我第一次，就 sorry 啊，我就是比较就是没有懂很多。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组织，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组成？它是10个国家，就东盟协会里面的10个国家嘛，就各自有派的他们的成员做代表，就联合国际刑警啊，联合当地的警察啊。所以他们是警察，在从警察的一份子，只不过他们是under在东盟。如果我今天只是知道我的孩子去了柬埔寨，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没有他的消息，我跟他失联了，还是会被拯救吗？基本上很难，你没有一个 location 的话，他们做不到事情，没有目的地，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哦，所以他们要讲找。所以一定要有那个受害者把线索传回来，营救才可能有一个开头。如果没有的话，但是很多时候，今天我跟你举报了这个东西，这个 location 之后，我老板知道了，他就把我换地方，时常会发生的，这时常会发生的，就会再卖去别的地方。对 ，OK。但是如果你没有给一个 first location， 你就不用想啊。所以其实是很难哦，又给才能够救你。可是你给，你就有机会被发现。你被发现的话，你可能就真的再也永远回不来的那个感觉。其实应该这样子讲，在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辽国、马来西亚警方还是有本事可以救到你们回来的，可能是时间的长短的关系。但是如果是在缅甸，基本上是很微了，微乎其微。为什么？目前缅甸没有政府，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没有政府。那个地区是由自治军的。
自己组织的一个军团，控制那个地方。所以如果你要去应救，他可能开枪打仗了，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哦，因为是嘞，我们都所以你去到缅甸，你就要白走心了。现在目前刚刚讲的这几个国家，比例最多的是柬埔寨，据你最所知，多人在啊，就是最多猪仔的地方，非官方数据，但是我们耳闻的大概多少在缅 percent 甸在哪里？缅甸，缅甸比柬埔寨多。缅甸，因为缅甸你是10个来找我们的，大个都是缅甸，我一直以为是柬埔寨比较多哎。而且营救也是最困难的。哦，那缅甸的他们跟柬埔寨的受骗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吗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通过那种打广告咯，在 Facebook 说高薪聘请。我原本以为在柬埔寨的人比较多，但是实际上是缅甸比较多。反而因为在柬埔寨可能可以救回来，救回来的几率大概是多少 percent？可能是时间上的长短啊，只要你还能联系得到、联系得上，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他们在那边经历的事情？有1-2个人呐、他们从泰国去到的时候，先从泰国训练你要做什么，去到缅甸，整个过程都是偷渡的。进泰国偷渡，对，从泰国进去缅甸，那2个是这样子。后来他是回到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家属给钱，多少钱赎金？一个2万，一个10万。 2万跟4万，哇，40千。我们通常都一般上不建议给啦，不建议给赎金。可是也有1-2个啦，因为真的是等不及了，然后也因为一直看到孩子被打的影片传回来，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有背后给了那个赎金，是有，然后就回来了。就会。后来外交部有跟我们讲，这个情况其实他们是不允许的。如果你在给钱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意外，例如是你跑掉了啊，被抓回去也好啊，你被移民厅扣留都好，外交部是一律不会处理的。包括被移民厅扣留了也不会处理。很多是偷渡过去的，因为如果你偷渡过去，如果你没有经过马来西亚的外交部或者大使馆去干涉，你要在当地坐牢，因为你是偷渡。要做多久？通常是几个月啦。通常是几个月。这样至少坐牢至少你是安全全一点。对。比如说 ，OK 啊，现在真的求救了，OK， 大使馆去救人了，这样子，然后那边的警方去救人了，整个过程回到来了，他们需要付出些什么东西，代价啊，还是会不会要坐牢啊，还是要给什么钱啊，什么之类的？如果你是大使馆合法的途径救你出来的呢，基本上是不需要扣留的，基本上是不会被当地国家的移民厅扣留，然后可能你要付的费用就是大概12千吧，12千马币，包括了你住的费用、吃的费用、警察局的 transport、外交部的 transport， 跟你回来的机票跟2个 officer 的机票。OK，是自己配的，不是政府配的。对，就是那个 cost， 就是自己要给，可以分期付款。不可以。就他回来已一经，天钱没有给完，大使馆都不会接你。你的意思是说，他要给了12千才会去救人？他会去接你回来。哦，借你回，但是我已经救了啦，我要给完你钱可能是在我才可以。警察局过夜，哦这样当地的警察局过夜。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说你所听到的，就是 OK， 他要去缅甸 ，before that 他会在泰国受训，大概受训多有久？些是这样，有些是1个月罢了。受训1个月过后，他就可以开始去受训他骗人啊。他的骗法是，他也是会进入爱情片的骗，或者是比特币，不一定还是不一定赌局，还是什么？看他学到什么东西，应该这样子说吧。可是最主要都是用那种打电话欺骗你说你的谁在我的手上，或者是你有什么东西在我的手上，你要变钱给我。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最主要原因为什么我们吃不到他，找不到幕后的人，是因为他们用的 account 都是潜力的 account 了，都是那种借户口的，全部都是。所以往往幕后的主脑都是找不到。可是其实警方不能追究那个钱驴的那个，会不会因为他是可如果以抓到那个 account holder 的人啊。可是 account holder 的钱也是要再转回去给他们呢？通常接触 account 的人呢，他们都会提供了密码、往来transfer啊、ATM 卡，全部都是在对方的手上。 OK 而接 account 那个人根本不懂你拿我 account 来做什么，
又是那一句什么年代啊？为什么还会有人要接自己的 account 啊？还是躲 Malaysia 吗？他们前女通常都是 Malaysia。是。你觉得他们是被骗的还是？这样一张500块耶。哦，我想起了，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他的儿子的学校就是有人去收购，对，教学生去开这一个申请那一些什么银行账户，然后呢给他们钱，其实就是要拿来做这个东西。很多种类。其实这边有一个就是数据哦，根据美国发布2022年度的国际贩卖人口的报告里面，马来西亚已经连续2年呢是第3级观察名单。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中国、汶莱、柬埔寨、越南、韩国、叙利亚、伊朗等地方呢是同级的。这个报告里面呢有提到说，马来西亚不能够满足打击人口贩运的一个最低标准，也没有积极去处理问题 ，which 现在我们所感受到的。所以呢，导致呢，就是有一些人甚至把人口贩卖啦，或者是移工偷渡这2种行为混为一谈，也导致说，我们的这一个什么受害者啦、人口贩卖的问题啦，其实是没有见到曙光。甚至它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只是目前看起来，我们只看到说，外交部啊，还有民间的这一些政党呢，在做一些东西。其实如果国家自己还没有醒觉起来，去有力的去执行一些更有效的政策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其实你觉得啦，这个事情上，马来西亚的政府我们做得够吗？有没有哪一些部分是我们应该要多，比如说像台湾这样子哦，他们这些事情已经爆开了嘛，所以他们开始有很多的这些言论的压力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的警方可能就会在飞机场那一边呢，就讲说，你需要去柬埔寨吗？这里一起骗人哎，会看到那些警警很苦口婆心的去劝那些人，然后讲说这是假的或者什么，就会放一些标语，希望可以至少在机场可以拦截到这一些被骗的人。那我们马来西亚好像没有做这种事情哦，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是不是冷处理？应该去学习台湾的做法，就像你派谁都好了，派有知识的人也好，派什么都好，在机场，因为我们不能控制人家出国的，对，我们只能给意见。其二最好用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为那个东协的成员国之一，其实我们可以在东协这边开会的时候讲出来这个意见的，而不是发生个案的时候你才去救人的，应该通过你东协开会的时候去给各国的压力啊。应该施压的，可是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探讨，好像因为我就感觉好像民间忙着 share 这种新闻，然后政党忙着开记者会讲说救了多少人，然后我又没有看到政府好像没有做什么，真的是没有做什么。就你来投报的时候，我就去做你的 follow。说法你觉得外交部并没有冷处理？我们的外交部其实都很积极去帮我们处理每一个个案，其实真的是有，可是单靠外交部没有办法，因为他只能够去亡羊补牢，就是真的是有事情发生，他只是一个单位啊，外交部只是一个部门啊，这个应该是国家对国家的事情，我们的国家应该跟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国家给压力啊，叫联合国出声啊，还是什么这些我不会啦，把好过你什么都没有做，而不是我知道今天家属投报了之后我才去救人，而应该要撤出整个东西啊。这个世界各地的人都懂，现在金三角有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你们还是任由他们这样子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施压到他们？我们会尝试写信去跟首相建议，应该做这样子的东西。你们东盟开会的时候，应该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可能他们已经有提成了，我们不知道，或者他们没有公布，这是我们不知道的。或者他们忘记发新闻稿啊？他说：“我们有7钟哦，但是我忘记通知你们了。”可是书法我们没有看过啊。对啊，好像没有什么看到哎。而且你们已经连在机场像台湾这样子劝告的都没有。你觉得那个有效是啊？肯定有，不多不少，我会 hit 一下。我要出国说，哇，原来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会想一下。当然了，偷渡了就没有办法了，偷渡了要怪谁？怪渔民局。这样容易偷渡了，你的国家一条河就这样过去了。如果我们外国人要进来马来西亚做不三不四呢？怎样哦？都没有 record 咯，都没有 record 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的数据相较于其他地区，我们真的很模糊。实际上刚刚你听说的跟我们看到的那个公开出来数据真的差了几百倍耶，差很多。根据回来的讲法是说，单他被扣留的那个地方都有过钱，可是报案的全部加起来都没有过钱呢。每个国家加起来都没有过钱。在马来西亚还没有爆发之前，绝大部分都是马来西亚人。后期马来西亚爆发了整个事情之后，才把那个注意力转到去台湾骗台湾的。
可是台湾人很热我觉得他们很快，很快，对，他们很快整件事情其实几个月罢了。对，他们当地政府很快做出动作。对，可是马来西亚2019年已经开始了这个事情。那你参与到现在，你觉得有什么话可能可以跟目前看到影片的朋友说吗？就是讲，在你要出国工作之前，你试下问回自己，你值不值得这个价值？为什么我要高薪聘请你？为什么我不要请我当地的国家的人民，而要请你过来？如果你冷静的思考下来这个方面，或者你会有清醒啊，或者你会清醒啊，应该就是说。而第二就是说，谷歌多一点，你去那个国家工作，需不需要工作证？然后在外交部的还有人力资源部的 website， 你可以查到对方的国家有没有这间公司的存在，运作在哪里，跟你要去的地方符不符合？其实可以这样子做。可是你这样讲，会不会那些受害者也很受伤啊？就是这个就是事实诶，其实。你觉得其实最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懂要过去做什么了，你懂吗？他们这个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懂了。懂过去这边从事诈骗工作的人，据你所知有多少 %？ 有过半吗？占大数。他们是知道他们要去骗人的，像他们知道他们去骗人，然后他们又愿意接受这个 offer 的话，像他的日子是不是过得比较好？如果你有成绩就好啊，老板就当你是上帝啊，你可以 level up 啊，你可以做管理人。所以目前你遇到的这一些马来西亚的猪仔，他们讲回给你听的那一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女孩子真的是会被人家轮奸，那个真的是存在的。那个基本上是不是女生在那边就好了？这根本就是任人鱼肉了嘛，对不对？你没得反抗啊，你没得反抗，你也反抗不到，应该说。OK， 好，所以有人讲说，整个营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是淫宅，可能潜入救援队，或者是潜入受害者那一边，然后再去举报他。这个东西是你有听说吗？他不是淫宅啦，是警察知道，是当地的警察。明白。一个猪仔救了出来，先会去警察局，所以警察局就跟你录口供。通常我们都会教猪仔，不可以讲公司的不好。你只是要讲说你要回国家就算了，千万不要说公司有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呢？有讲跟没有讲的分别是什么？如果你讲到，因为警察局全部是他们的人来了，真的是存在的东西来了。警察会把你送回去的。你真的是有看到这个把？真的是有送回去的真的是有。所以这些东西我不能讲，你明白吗？这些东西我不能讲出来。啊，我们录啊，我们不能出来。你会剪到哪里？不，我们可以出吧，应该没有关系吧？只有这一段我们把你马赛克，只有这一段。可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已经是黑暗到不能再黑暗了啦，再黑暗的情节，可能我觉得都应该是很合理的啦，没有更好的情况。没有你想不到的情况。对，我觉得你想到糟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都可能更糟糕。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请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如果说你是突然之间网恋，或者是突然之间有那一种就是高薪聘请的职缺，多跟一些朋友商量。然后尤其是要出国的，一谈到偷渡更加不可以。无论是骗你去玩啊，或者是说请你啊，想说 lucky draw 啊，有这些旅行团啊，包机票啊，包机啊都。拜托不要 ，OK？ 所以真的我们会就是政府，你知道吗？政府未必救到你。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在想说，为什么马来西亚还是有这么多人会上当？其实我们已经是大家的教育程度都一定有受教育了嘛。然后为什么会这样？我最记得他们的同类就是说，大部分是来自单亲家庭、破碎家庭，而且还是很年轻，17岁跟19岁。他们走的时候，很多都是突然跟家里人讲我要去上班，但是他们没有说明去哪里上班，就立刻不见人了。没有交代啊？没有交代。有交代的时候就是出事的时候才交代，说我在哪里，你要来救我，因为什么事情。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是失联的，还是已经回来了的？一个回来罢了，一个回来。失联的，其实他最主要原因是给骗过去了，被亲戚骗过去啊，有一些。到现在收回来了，但是还在那边不见了。他已经在马来西亚，他不能够帮他给赎金，然后把换回来。是重要啊，很多很毁三观哎。这些东西是我们很无奈啊。我们不能做什么了，因为他不可能去举报他嘛，
这样子的意思，你明白？他们的家属都不要公开出来，我们可以做，我们是外人罢了，我们不能做到去帮他报警。虽然我知道是你主使哦，但是我们不能采取行动。就是你看到这些回来的人啊，就是经历了这些东西，你从他们身上看到现在他们有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有些失联有了，有些是完全不要出来见我们，也不要跟我们合作，讲更多的故事都有。有一些是回归平静咯，普普通通去打工，都有看到1、2个是这样。还是可以有一些还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啦。是 ，OK。其实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些受害者经历过一些什么东西，尤其是真的很可怕。我听到一些的分享，那可是现在有个情况，就是每个人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讲说有住宅回来啦，看到有一些家属在报案啊，然后可能寻求政党的帮助的时候，下面有好多风凉话哦，就讲说啊，就是因为贪啊或者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是要用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发现说很多人都在检讨受害者，那当然有时候真的是自己的不小心，但是如果你在就是更往另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因为迫切于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或者也是太天真，也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这几年本来就是经济也没有什么的成长，然后再加上疫情的打击，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可能有很多人的生活真的过得很不好，或者是比我们不好太多了，所以他们急于想要改变。那这种情况之下遇上这些骗局，真的我们防不胜防。好像也不适合在落井下石。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提醒大家，认真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样子。那也希望政府醒醒啊，九爷真是火大，移民觉醒有没有 ？OK 啊，今天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样多。那我们希望你应该跟我们分享这东西不会为你招来什么威胁吧？不会，他们也不会对付我吧？应该是我先吧，你先吧，打我更容易吧？应该是哦。你那边有 contact 吗？就是如果有人恐吓我找你啊。打上就高了，打上就高。OK， 好了，今天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样多。我们希望这支影片还有这个节目播出了之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谢谢你，俊全 ，Thank you。